女人明明是身价过亿的阔太太，可她却每天都要将穷闺蜜的儿子约到家里，不仅请他喝几万块一瓶的二锅头，而且还会给他准备一张存了100万的银行卡。存款单在这儿，拿去花。然而就在耿天仇兴奋地伸手去接卡时，女人却又突然将钱给收了回去。你的东西在这儿了，我的呢？原来女人并不是真的想要对耿天仇好，而是两人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因为就在前段时间，女人不仅在保姆闺蜜的口中得知了丈夫出轨的消息，而且还无意间得知对方已经怀孕5个月。为了不让三姐的孩子出来争夺儿子的家产，于是无奈的她跟江玉珍商量了一起谋杀案，那就是联合丈夫的一个仇人，悄悄地将丈夫和三姐全部送走。然而隔天便让江玉珍将他们伪装成自杀的样子。可就在她假惺惺到医院看望丈夫时，不料医生却告诉她，她丈夫经过抢救居然又活了过来。思明呢？死了。得知三姐一尸两命，女人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不过隔天，她却还是安排了仇人来到丈夫廖光勇的病房，而江玉珍眼看对方到来，身为保姆的她也立马就识趣的走到了外面，因为在此之前，她也早就跟赵俊新达成了合作，那就是在赵俊新杀了廖光勇后，也一并将他给杀了，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没工作的儿子捞一笔意外身亡的保险。然而当赵俊新杀完廖光勇后，却迟迟对他不肯下手，于是无奈的江玉珍也只好拉住对方，直接将匕首捅进了自己的心脏。而好巧不巧的是，这一幕刚好被赶过来的冷队和叶谦看见。为什么杀人？终于死了，妈妈，你报仇了，给你报仇了。虽然通过对赵俊新的审问，警方很快就认定了他就是之前给廖光勇下毒的凶手，可就在叶谦到死者江玉珍家走访的时候，却无意间在他儿子这里看到了他偷偷跟保险公司联系的一幕，所以叶谦当即便发现了不对劲。然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居然吓了一大跳，那就是江玉珍居然在半年前就购买了巨额的保险，而且根据全国医院的就诊记录发现，半年之前就检查出了脑瘤。通过这些线索综合起来，叶谦怀疑两人很有可能是合谋杀人。自杀保险公司是不会赔付的，想要获得高额保金，就需要制造一场意外。你认为是一场交换杀人的游戏，就像火车上的陌生人那样。可由于现在江玉珍已经死亡，他们根本就找不到两人一起犯罪的证据。为了能尽快的给案件找到突破口，叶谦当即便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那就是故意打电话给江玉珍的儿子。是谁呀？有完没完呢？是刑警队的啊！疑似你母亲江玉珍的包和手机，我们已经找到，通知你过来辨认一下。果然听到这一消息的耿天仇立马就慌了，于是第一时间就跑到自己藏东西的储物柜查看，直到看到母亲临死前留给自己几大摞的现金还在，他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不过下一秒，提前埋伏好的警方就给他来了个人赃俱获，而被抓的耿天仇却一点也不慌张，居然将这一切都直接推给了自己死去的母亲。我妈让我把它藏起来，那我就听我妈的吧。虽然这些问题早就被耿天仇预习了不下数百遍，但是警方却依然在他的口中得知了一个重要信息。不过他们却并没有再继续深挖，而是随便找了个理由就将耿天仇给放了出来。而结果也正如他们所料，当晚耿天仇就给苗小兰打去了电话，隔天苗小兰就按时来到了约定的地点。原来江玉珍担心儿子迟早会将自己的保险费用完，于是便利用视频录下了他跟苗小兰合谋的事情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儿子有困难时能找他这个苗姨帮忙。虽然面对耿天仇的威胁，苗小兰的心里很是不爽，但最终却还是答应了对方的要求。100万，明天这个时候到我家来取。然而让耿天仇怎么都没想到的是，苗小兰其实早就在白酒里下了猛料。不过好在关键时刻，叶谦直接带人冲了进来，这才让耿天仇捡回了一命。只是苗小兰灵机一动，将带毒的酒一饮而尽。